好，那我們接下來繼續要講的呢，還是 FIR 濾波器的頻率響應。好，我們之前說到說哈，我們的一個 LTI system， 那你的系統裡面呢，就會有兩個東西哦，一個就是 impulse response， 也就是我們的 H of N， 而另外一個呢，就是 frequency response。就是我們講的 H J Omega hat 這樣子。那我們前面的一個部分呢，我們是學到說，我如何從 impulse response 去計算出這個 frequency response。舉個例子來說，我利用這個公式，我如果已知我的 impulse response， 我帶入這個 frequency response 的公式，我就能夠得知，我有小 h， 我就有大 H， 我可以把小 h 換到大 H， 從我給你一個3點平均濾波器，我可以得知3點平均濾波器的頻率響應，這個是小 h 到大 H 的這個轉換的方向，我們可以做得出來。那我們不禁要問，那下一個問題，如果我們今天在設計一個電路，我們知道說，我給你什麼樣的電阻、電容，那你可以知道它有什麼用，它有什麼頻率響應。反過來說，其實我們也想知道說，如果我想要達到某個功能，我想要達到某個 frequency response， 你能不能告訴我它的 impulse response？ 或者講白一點，我想要設計一個濾波器，它呢是一個低通濾波器。那它可以把100赫茲以上的頻率過濾掉。你能不能告訴我，我的 FIR filter 的參數要選哪些？我們之前是給你3點平均，我給你1/3、1/3、1/3。那你可以得到它的頻率響應。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是反過來，我給你頻率響應。但是你能不能告訴我它的脈衝響應？那如果是 FIR filter 的話，脈衝響應就相當於是 BK 嘛，也就是 FIR filter 的參數。那你就可以拿它來應用啊，你就可以拿它來達到你想要的功能。所以我們現在接下去要講說，我如何去來做這一個方向的問題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已知這個小 h 大 H 的公式是這樣子，就是說我的這個頻率響應呢，它呢就等於 summation 的這個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k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乘上 k。好，我知道我用這個，好，可以換到這個。那我現在想要做一個反過來的動作，從大 H 換到小 h。好，要怎麼做？那從大 H 到小 h， 你說用公式的計算可以，好，可是它在思考的過程比較困難，而且不是那麼容易做計算。那我們先來
我們會提出一種方法，好，讓你比較容易思考這兩個之間的互換的問題。那所以我們接觸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子，好，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，find h of n， 好，我們做的方向還是一樣，好，然後我希望你找出一個系統的 h of n 跟它的這個 exponential j omega， 就是頻率響應 for y n 等於 s of n 減1，啊，希望你找出一個這個系統的這個小 h 跟它的大 H， 那其實你這裡寫這樣子，好，都行，好，那有些課本會寫這樣子，有些課本會寫這樣，好，那都沒有關係，都沒有問題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好，那我們就來計算啦。這是一個 delay 的系統，好，那其實我們可以稱呼它為一個 unit delay 單位的延遲系統，好 ，unit delay system。那你要知道這個系統的 h of n 呢，就是脈衝響應呢，啊，你就是用這個輸入訊號怎麼樣？輸入訊號 s of n 等於 delta 帶進去系統。我要求得一個系統的脈衝響應，你就是把脈衝丟到系統裡面，那看看它會有什麼反應嘛？那你把脈衝丟到 s of n 裡面以後呢，事實上 h of n 就輸出訊號 y n 呢，啊，就是你 delta 帶進來的輸出訊號就是 h of n， 它呢就等於 delta of n 減1，對不對？這就是脈衝響應。啊，脈衝響應。那有了脈衝響應，我自然可以用，我有小 h， 我要求大 h， 就是大 h， 它等於公式，可以等於小 h。那這一個 summation 這個加總的計算就是你 h 帶幾才有值 ？h 帶0 ，n 等於0的時候 delta of -1， 啊 delta of -1就是0，不用計算。那 n 帶1呢 ？n 帶1的時候 delta 1減1，好，就是這個括號裡面是0，也就是 delta of 0就等於1。所以其實只有 h of 1有值啊 ，h of 1等於1，其他的都沒有值，所以它的答案就等於，好 h of 1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乘上1，好，那當然就等於 ，OK， 所以單位延遲系統我們得到了第一個。它的脈衝響應呢 ，impulse response 呢是 delta of n 減1，那它的 frequency response 呢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。好，那我把它寫下來 ，delta 的 n 減1，它會轉換到這個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。那這個呢是一個 unit delay 的 system 單位。好，這兩個會有一個互換的關係。那我們不厭其煩了，我們做了 unit delay 的 system， 那我再做 delay 2個時間的 system。好，不厭其煩的來算了 ，find h of n and h of
exponential j omega for y of n 等於 s of n 減2。那我要求得 h of n，h of n 它就等於把 delta of n 帶進去系統裡面，所以它就等於 delta n 減2。第一個，好，求得脈衝響應，很簡單。第二個呢，一樣，我要求得，頻率響應，一樣帶入公式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h of k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乘上 k。好，那這裡我們就知道了，其實只有這裡的 k 只有 k 等於2的時候才會有值，所以就是 h of 2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乘上2，好，就等於 exponential 的負 j 2 omega hat。好，所以如果是延遲2的系統，啊，你的脈冲響應是 delta 的 n 減2，你的頻率響應呢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2 omega hat。好，那我們不厭其煩這樣算是什麼意思？其實我們可以稍微看出一個關係哦。如果是延遲1的系統，如果是延遲1的系統，它的脈冲響應就是 delta n 減1，頻率響應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。如果是延遲2的系統，它的頻率響應，它的脈衝響應就是 delta n 減2，那頻率響應呢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2 omega hat。那看出關係了嗎？如果我們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我的系統是 yn 等於 s of n 減2。它就变成這樣。那如果我的系統是一個延遲 n 減 n d， 好，就是一個變數，它不是，這裡不是這樣，這裡不是這樣，好，我現在重新寫一下。y of n 等於 s of n 減 nd， 好，等於 s of n 減 nd， 那也就是 delay nd 個時間點。那我們現在知道啦，你的脈衝響應就是 delta 的 n 減 nd， 你的頻率響應呢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nd， 然後 omega hat。對嗎？如果你是2，這裡就是2；如果你延遲1，這裡就是1；如果你延遲 nd， 這裡就是 nd。所以這3個東西啊，系統，然後脈衝響應跟頻率響應，它們3個東西之間就存在一個很固定的互換的關係式哦。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互換的關係式，你今天要做一個系統，一樣，好 ，find h of n and h of
你想要找出這個系統的 S of n 跟 H of n， 那你可以把這個系統想成2個系統啊。好 ，Y of n 等於這個系統。有一個系統呢，你有2個系統。好，一個系統呢是 S of n， 一個系統呢是負的 S of n 減1。我們是一個 LTI 系統嘛，所以你可以先分開送進你的系統裡面，然後再把它合併。也就是說，對於這個系統來講，它的脈衝響應是對於 S of n， 它的脈衝響應是 delta of n。對於 S of n 減1 y 等於 S of n 減1這種系統，它的脈衝響應是 delta of n 減1。那如果你今天不要用，我們心裡沒有公式，我們只有一個兌換的 pair， 兌換的一個這個關係，用我們剛才的兌換關係哦，就是 delta of n 減 nd， 它兌換到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nd。如果你心裡有的這個兌換關係，你不用帶入公式，你就能夠算出 h of 就是你要算頻率響應 delta of n 的頻率響應，它就是等於 delta n 減 nd， 就是 n 減0嘛，對不對 ？n 減0，那它的頻率響應，好，我現在是從這裡換到這裡哦，小 h 換到大 h，delta n 它換到是什麼？換到 nd 帶0，也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0。我寫出來算了，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乘上0，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乘上1，對不對 ？delta of n 減1，它的頻率響應就是延遲1的系統嘛。delta of n 減1，你的脈衝響應是 delta of n 減1，那它的頻率響應呢，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 乘上1，好，它就兌換到這裡。好，所以當然它最後就变成是1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，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。所以我們現在會的因為我們一直在重複一個動作，我們一直在重複說，我怎麼樣把 h 小 h 換到大 H。那這邊只是要告訴你一個觀念是說，如果我的頻率響應如果都能夠表示成像這樣子的形式，好，很類似有這個傅立葉運算子這個形式。如果我今天如果想要反過來，我先有大 H， 我想要求小 H， 那你的做法就是說，如果我能夠把我想要的頻率響應先表示成這種形式，我最後就能夠換過來，我就能夠換成我要的脈衝響應。我得知我的脈衝響應，我自然能夠得知我的系統。對，我知道 n 減2它的脈衝響應是 delta n 減2。好，我知道我的系統是 y of n 等於 s of n 減1，然後它的脈衝響應是 delta n 減2，它的頻率響應是這個。那我們現在也可以反過來做啊。如果我想要這樣的頻率響應，我就可以知道說我的系統的脈衝響應是這樣，然後我的系統是 y of n 等於 s of n 減2。所以說，如果今天我的問題是這樣子。
我想要做一個問題是從 frequency domain 轉換到 time domain， 也就是我想要把這個我有頻率響應，請你告訴我它的脈衝響應。好，比如說我今天告訴你說，我的系統呢，好，我的系統我想要得知，我想要有一個系統，這個系統呢，它的這個頻率響應是這樣。好，我想要有一個系統呢，它的頻率響應呢是7倍的，好，然後呢，振幅是7倍，然後呢，相角呢是這個 exponential 的負 j 2 omega hat， 然後還要再乘上一個 cosine omega hat。那你們可以先想想看，這個系統呢是 high pass filter 還是 low pass filter？好，那我現在直接告訴你們答案了。你的頻率如果帶0 ，cosine 0等於1，是 cosine 的最大值。頻率等於0的時候，就是頻率最低嘛。那所以你就會放大7倍，相位移就不管。那如果 cosine 再大一點，那你的值就更低啊。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low pass filter， 低頻會通過的 filter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說，我給你頻率響應，那我想要你幫我求它的脈衝響應，那怎麼做？你就是要想辦法把你的頻率響應能夠表示成這種形式。好 ，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 乘上某個東西的這種形式。那這邊你要把這個式子表示成 exponential j omega hat， 很簡單啊。好，就是你把這個 cosine 呢做一個分解。好，你可以把它呢變成是7倍的這個 exponential 負 j 2 omega hat 乘上1/2的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 加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， 然後化簡一下，等於3.5 2/7，然後呢，這邊有一個正的 exponential j omega hat， 這邊有一個負2，所以就是 3.5 乘上，然後呢再加上 3.5 乘上負2乘上負1。好了，你已經把你的頻率響應表示成這個形式，那還記得嗎 ？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相當於你的系統是一個延遲系統。那你有這裡，你代表說你其實這裡就有一個延遲1的系統，你有一個這個項。這個就是 delay by 1 delay by 3，對不對？好，你這裡呢？你這裡呢？好，就是你有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hat， 那就是延遲1。你有 exponential 的負 j 3 omega hat， 你就是延遲3。所以你其實你不用算，你用看的，
就知道說，你的系統的脈衝響應呢，它就會是3.5的 delta n 減1，對不對？加上3.5的 delta n 減3，你就看出你的系統的脈衝響應了嘛？那有脈衝響應，那你自然知道說，哎，你的系統 FIR filter 的 BK， 你就知道啦，它是0，好，然後這從0開始嘛，好，3.5 0 3.5，就說這一項是 B0 B1 B2 B3。或者是說，你要把它寫成系統，延遲1就相當於是 y of n 等於 s of n 減1，也就是說，你直接看着這個式子，你就可以寫出來說，你的系統是 y of n 等於3.5的延遲1的系統嘛 ，s of n 減1。再加上3.5的 s of n 減3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得到某一種頻率響應，那這些頻率響應的這個曲線，比如說這是一個 cosine 的一個曲線，中間比較高，好，在0的附近比較高，那你可以把你的這個曲線先表示成類似傅立葉級數的這個形式。然後你表示成這個形式之後，你自然可以看着它換算到延遲系統。那延遲系統呢，自然最後就變成 FIR filter 的形式。好 ，FIR filter。所以我們現在的動作就變成是說，我從頻率響應，那我有辦法呢，去換到這個。我的 time domain， 也就是我的脈衝響應 impulse response， 或者是我的系統，我能夠寫出我的系統的方程式。好，那最後我們現在已經學了这個脈冲響應跟這個頻率響應了。如果我們之前也說過，如果我們把兩個系統連接一起來，就是把它 cascade 起來，那我的系統長成這樣子。好，那我們之前講說，如果這個系統好，它的脈衝響應是H1，那這個系統的脈衝響應是 H2，那其實合起來的這個大系統呢，好，就我們可以看成是 H1 跟 H2 的 convolution。而且我們說過說其實你把它調換是一樣的。好 ，H1 跟 H2 的 convolution， 它其實就等於 H2 跟 H1 的 convolution。那我們現在學會了頻率響應嘛？假設這個系統的 H1 轉換過來的頻率響應是大 H1， 這個頻率響應呢是大的 H2。頻率響應嘛是什麼？它是一個放大倍率，
就是你的訊號經過一個頻率響應，它就是被放大，在某個頻率的情況下，它被放大了幾倍嘛。那既然是放大倍率，你經過它，再經過你先經過這個放大，再經過這個放大，或者是反過來，你先經過 H1，再經過 H2，那你的結果是不是一樣的？對不对？所以其實你 H1 乘上 H2，你經過兩個系統，你經過兩個頻率響應，頻率響應是乘法，頻率響應就是你在你的什麼樣的頻率的旋波，它被放大了幾倍。那你乘 H1 再乘 H2，跟你先乘 H2 再乘 H1，那是一樣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我們說你合起來的這個大的 equivalent 的系統，就是等效系統，大的 H 呢，它呢事實上會等於兩個系統的這個相乘。那如果你是脈冲響應呢，它事實上是 convolution 起來。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知道說，其實你把它換到脈冲響應的時候，事情會變成比較簡單一點。就是因為頻率響應，因為頻率響應是變成是乘法，那你就蠻容易知道，乘法本來就可以互換。OK， 這個是把系統呢兩個連接在一起，就是 cascade 起來呢，它會發生的這個現象。好，那最後呢，我們要練習一個問題呢，是我們把我們之前學的 sampling 跟我們的這個 FIR filter 呢兩個問題呢，把它組合在一起。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都是說，我的這個 S of n 經過某個好 FIR filter， 然後呢，它變成 Y of n。那我們一直在探討說 FIR 的這個脈冲響應跟 FIR 的頻率響應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實際的應用在實際的例子上面，比如說我用在手機系統上面，我的聲音本來是類比的，你先經過 AD 轉換取樣之後呢，你才有辦法把它送到 FIR filter 裡面。那對方要聽到你的聲音本來是數位的，你勢必也要把它轉回類比，變成是 analog 的訊號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把這個系統好，就是再看完整一點，它其實應該是怎麼樣？更大的一個系統嘛，是一個本來是類比訊號，它呢經過了 A to D 的轉換，它變成 S of n， 然後呢，你再把它送到 FIR 的 filter 裡面，它變成了 Y of n。那之後呢，你還必須要把它做 DA 轉換，最後呢才變成是 Y of t。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探討這個問題：如果你把這個digital filtering 呢，好，用在這個 analog 的 signal 上面的話，那有哪些事情你必須要注意？就是我把我的數位的 filter， 但是我希望应用在我的這個類比訊號上面。OK。
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一個問題哦，它是一個這個11點，11點平均的這個系統。那這個11點平均的系統是這樣子哦，你呢，好，我們的系統是這樣 S of t， 好，先經過 AD， 再經過這個好11點的平均，然後呢，再經過 DA， 它變回了 Y of t。那我現在給你我的這個第一個，我給你我的訊號呢 ，S of t 是這個cosine 的2π乘上25t， 好，然後呢再加上 cosine 的2π乘上250t 減1/2π。第一個我給你這個訊號嘛。第二個呢，我告訴你我的系統是這樣子，我的 FIR filter 呢是 y of n 等於好 k 等於0到10，我是一個11點的平均系統。那希望你告訴我 y of t 是多少？我告訴你我的輸入訊號是一個類比訊號，但是我告訴你我的 filter 呢是一個 FIR filter， 它是這樣的 FIR filter。那請你告訴我，我的這個輸出訊號是多少？那這邊我們有這個 FIR filter 的這個參數哦。事實上，我其實根據之前講的，好，那我們這邊就不算。我這邊就直接告訴你它的頻率響應是多少，因為這個其實不是我的重點。它的這一個系統呢，它的頻率響應呢，經過之前的這些公式去代換以後跟化簡，它呢可以得到它的頻率響應是這樣子。因為它這裡不是我們的重點的，因為就是系統的頻率響應其實之前都講過了。好，那我現在就直接告訴你它的結果。哦，那当然我也不会背，我就有小抄啊，对，我直接把它抄下来。但是这其實不重要了，我重要的是想要告訴你們說，接下來的部分要怎麼計算。好，這個是一個11點的11點的這個平均的一個系統。那我想要你告訴我說，你經過了這個系統之後，你的這個訊號會變成怎麼樣？那當然也必須要告訴你取樣頻率啊。好，我必須要告訴你說我的這個系統的取樣頻率是多少。OK， 那這個系統的這個取樣頻率呢，好，跟這個 DA 兩個取樣頻率都一樣，它是這個1000赫茲。請你幫我求 YT。那其實問題就會變成是這樣子啊，你其實是留兩個 cosine 嘛，那記不記得 cosine 它其實是一個特例，你其實只要去分析它的正的頻率的放大倍率是多少就好了。好，那你當然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 exponential， 這沒有問題，但是你也可以用我們之前講的特例，你去分析說它的這個正的頻率的頻率響應是多少，直接代入 cosine 當成是它的放大倍率就可以了。所以問題會變成這樣子啊，我有一個250，我這裡有一個25赫茲的訊號，
好，有一個250赫茲的訊號，然後呢，有一個25赫茲的訊號，250赫茲的訊號跟25赫茲的訊號。那經過取樣之後，取樣頻率等於1000。那我把它寫在旁邊了，就是 omega hat 呢，是不是等於 omega 乘上 TS？ 也就是如果是25赫茲，好，25赫茲就等於如果本来的這個頻率呢是25赫茲，那你的這個 omega 呢，就是這裡是25嘛，omega 它也是2拍乘上25，好，2拍乘上25，也就是50拍怎麼樣乘上 TS 就是1000分之一，好，所以就等於0.05拍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的原來的頻率是25赫茲，那你換算出它的 omega hat 呢，就是0.05拍。好，這個是 F， 這個是 omega hat。那同樣的，如果是250赫茲，它的 omega hat 呢就是0.5拍，对不對？就是250，就是250乘上2拍嘛，就是500拍除以1000，好，1000就是 TS 是1000分之一嘛，500拍除以1000等于0.5拍。那你經過了這一個頻率響應的系統，0.5拍的這個頻率響應是多少？它的頻率響應就是 h of 那0.05拍的這種頻率，它的頻率響應是多少？啊，當然，現在我們在做這個之前，我們其實一定要注意說，它有沒有發生 aliasing。好，這我們一定要注意。那當然，250赫茲跟25赫茲，我取樣頻率是1000嘛，那它大於1000大於250的2倍。好，所以這個沒有問題。1000赫茲至少可以取到500赫茲的訊號。所以沒有 aliasing 的發生，所以它會經過這樣的頻率響應的放大。那你經過一個 LTI 系統，你的系統頻率呢不會變，對不對？你原來的你的放大倍率改變了，你的強度改變了，相位改變了，可是你的頻率不會變，還是留着。好，那你的 y of t 呢 ？y of t 的這個 f 呢？好，這個是這邊已經是y 了，啊，這邊是 x， 它的頻率不會動啊，一樣是250赫茲，20赫茲一路走回來，它的頻率不會變，還是250赫茲。所以唯一變動的只有哪裡？只有這裡啊，對不對？也就是說，到底從這裡到這裡到底會變多少？其實只有變中間這一塊啊，對嗎？所以其實我只要求說，好，我抄一下。我只要求說，請問 h of exponential j 0.5拍是多少？然後呢 ，h of exponential j 0.05
拍是多少？然後呢，我告訴你說，這個頻率響應是這個 sin 的11/2 omega hat 除以11的 sin 1/2的 omega hat。這樣子，好，其實問題就變成很簡化啦。我給你這個公式嘛，叫你求這個跟這個。我想要求0.5拍，我就把0.5拍帶進來 ，sin 的11/2乘上0.5拍除以11的 sin 1/2乘上0.5拍，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乘上5乘上0.5拍。好，那這邊我就不算了。好，你可以用公式帶進去，算出這個 sin 的值是多少。那最後呢，它會等於是這個0.0909乘上 exponential 的5乘0.5就是2.5嘛。那好，没關係，負 j 的2.5拍。可是你在相位裡面你大於2拍，其實你可以把這個2拍把它減掉，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寫成是0.0909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0.5拍。好，這是對於0.5拍。那0.5拍是什麼？是原先的250赫茲。原先250赫茲的讯號，它会被放大幾倍？它会被放大幾倍？它会被放大0.0909倍。这個 h of 好 exponential j 0.05拍，好，一樣，你就是把公式帶進去，好不好？就是把0.05拍帶入這邊這個公式。那這裡呢，就會等於是這個，我就不算了哈，它就會等於是0.8811，好，乘上是 exponential 的 j 負 j， 4/4拍。好，那你有這兩個結果，一個是對於0.5拍的這個頻率，它放大了這麼多倍，它的相位移是這個。0.05拍頻率比較低，它被放大的頻率是0.88，相位移是這個。那我們原先的訊號寫出來，好，我們原先的訊號是這個。好，我抄一下哈，就是 原先的 s of t 呢，等於是 cosine 的2拍乘上25t 加上 cosine 的2拍乘上250t 減2/4拍。好，現在是星期六的晚上8點20啊。好，那就是我們還在錄這個影片。好，剛才鐘聲已經響起來了。那你對25赫茲來說，好，你的放大倍率是這個；對於250赫茲來說，你的放大倍率是這個。所以你當然就可以得知說，你的 y of t， 好，就是25赫茲嘛，它的放大倍率是0.8811，好，然後乘上原來的 cosine， 相位移呢是4/4拍，然後再加上0.0909，250赫茲的旋波呢，它的放大倍率是這個，是 cosine 的2拍乘上250t 減2/4，它原來是減2/4拍嘛，那好，原先減2/4拍，那你這邊呢再多位移2/4拍，好，所以是
原先是減2/2拍嘛，那你再減2/2拍，所以就是減拍。好，那你就得到答案啦。你的這個訊號呢，輸出訊號你就知道了。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你從類比跟數位之間的這個轉換的關係。那如果我們把11點平均濾波器的圖形拿出來看呢，你知道它從負拍到拍之間的這個頻率響應，就是剛才那個公式畫出來是這樣子。那你把數位頻率的0.05拍跟0.5拍帶進去，你就知道它的放大倍率啊0.0大概0.8、0.09啊，你知道它的放大的倍率是幾倍？那你就知道說，它被放大了多少，不同的頻率被放大了多少。那最後當然就是你是一個類比頻率跟數位頻率的兌換的關係啊。你的類比頻率的你的取樣頻率如果是1000，那相當於說，其實你500赫茲的時候呢，你所對應到的地方呢，就是數位頻率的拍。如果你是取樣頻率是-500的時候呢，你所對應到的呢，其實呢，就相當於是這數位頻率的負拍。好，所以你就是可以知道這個之間的關係。啊，這個之間的關係。如果是這，當然同學可以換算一下，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omega hat 等於 omega ts， 就等於這個 omega 除以 fs， 就等於2拍的 f 除以 fs 這個關係。那 f 如果等於500，fs 是1000，500除以1000等於1/2，1/2再乘上2拍就是拍，所以取樣頻率的一般的地方就是對到拍啊。你本來取樣就只能夠做到這個1/2取樣頻率之間，也相當於是正拍到負拍之間，所以你就會知道你的數位頻率跟你的類比的這個頻率響應呢，它們的一個互相的對應關係。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是一個 effective 的類比的 response。等效的 response， 所以我們說11點平均濾波器，我給你它的數位的 response， 那一旦你給我取樣頻率，我就可以有一個對應的關係，好，把它對應過來。好，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FIR filter 它的頻率響應，以及它應用在這個類比訊號之間的關係，那我們就講到這邊。